想问大家购买手机的预算会是多少呢？通过近期我查询的几个数据可以看到啊，解决大部分需要购机的价格呢区间啊在4000到6000。那这个价位段的手机表现大体是如何的呢？于是啊，我从目前手头上有的一些手机产品找到了3台手机，包括2台旗舰标准版 OPPO Find X8、iPhone 16以及华为 nova 14 Ultra， 而且啊正好代表了3大系统阵营。大家购买手机啊，目前最直观的一点可能就是手机的拍照了。因为它是我们在购买手机时能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功能和体验。我们先来看看这3台手机的相机硬件配置啊。从产品的配置图可以看出啊，明显看到的是啊，华为 nova 14 Ultra 和 OPPO Find X8 硬件参数相比 iPhone 16更好，焦段更全，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，OPPO Find X8 的广角镜头像素最高，而华为 nova 14 Ultra 还有一颗红枫原色镜头。但手机的影像表现如何，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拍摄。其实，在日常的体验方面啊，3台手机对于应付光线好的场景啊，其实都能表现出不错的照片。同时呢，像华为 nova 14 Ultra 和 OPPO Find X8 加入了强润长焦，对于我们日常拍照来说呢，也能带来更全面的拍照场景的支持。值得注意的是啊，这次华为 nova 14 Ultra 用上了旗舰机上面的红枫原色镜头。以往我们的手机在采集过程中啊，只保留红、绿、蓝3波段的光谱。那至于其他大多数的光啊都无法采集，只能依靠白平衡等算法去猜，所以啊手机拍到的颜色与人眼看到的颜色会有所偏差。红枫原色镜头能够准确捕捉环境光谱，对于一些色彩较丰富且没有一个白色作为参考物的这种场景下呢，可以识别到环境或者物体的颜色。当然我们也做了实际的测试，可以通过样张看到，比如我们在超市里拍摄火龙果， iPhone 拍摄的水果颜色啊都有点发紫色了，只有华为 nova 14 Ultra 照片更准确一些。那如果在水果店拍苹果啊，也是一样的。iPhone 的苹果就显得偏白，依然是 nova 14 Ultra 的拍摄的苹果最准确。那把绿色和红色摆在一起的西红柿，华为 nova 14 Ultra 能捕捉到水果的新鲜，另外2台出现了偏色的问题。那其实拍人像也是一样啊，第一组样张能看到 iPhone 老样子偏黄了是吧？ OPPO 的人像也还不错，属于人很漂亮的类型。华为 nova 14 Ultra 人像肤色很好的还原出当时的白以及比较水嫩的腮红颜色。第2组也是啊，不过第2组的背景的大理石只有华为 nova 拍的照片和当时的颜色最接近，那其他2部手机色彩有点偏暖了。来看第3组啊，在这种背景色彩极为丰富的场景下呢，单拍一张看不出什么，但是啊3张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人的肤色都会被背景颜色所影响，而且啊黄色也都深浅不一。当然啊 iPhone 人脸都显黑了是吧？ OPPO Find X8 拍的人像还不错啊，而且细节也有。华为 nova 14 Ultra 人像和背景色都准确的捕捉到了。从人像拍摄来看， OPPO 依然保持了绿场那种人像很好看的结果。华为 nova 14 Ultra 上面的红枫镜头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对于一些色彩能带来更好的捕捉。那其他的人像样张也是一样。还有就是类似 Live House 这样的色彩灯光场景下，那灯光照在脸上之后呢，再拍照就有类似残影的感觉。但是通过这几组样张可以看出来 iPhone 拍摄的颜色溢出的非常严重，那华为 nova 14 Ultra 拍摄后呢，脸上那些色彩灯光残影都没有了，那结果也是最接近我们实际看到的颜色。这也是红枫原色镜头通过算法带来的一个准确的结果。当然相信很多女生会觉得 iPhone 更好看是吧？但是如果我把刚化完妆的一组样张摆出来，其实也能看出来答案。 iPhone 的人像都是那种蜡黄色的， OPPO 的人像保持了他们不错的算法，属于比较好看的。华为 nova 14 Ultra 通过红枫原色镜头啊，非常好的还原了当下妆容的色彩。苹果的 iOS、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5以及国产高定制化的安卓系统 ColorOS 15，从日常的系统操作流畅性方面啊，我觉得这3台手机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而且这2年啊，各家都集中在 AI 方面带来了各种有意思的体验，而 OPPO 家的小布还有华为家的小翼啊，体验都不错。比如 OPPO 家的小布会给你非常丰富的答案结果，华为家的小翼呢，就像成经理一样，不仅能回答得很准确，而且他思考时候还有语气词，很有意思。而且他们都支持了帮接电话的这种 AI 助手功能。OPPO Find X8 和华为 nova 14 Ultra 均支持了对于照片的 AI 消除功能，可以看到啊，结果都很不错。不过华为 nova 14 Ultra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功能啊，就是 AI 魔法移图，可以将你想移动的主体抠出来，然后将它放在图里的任何位置啊，可以对它进行放大或者缩小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而在通话的其他方面呢，华为 nova 14 Ultra 呢是这3部手机中啊唯一支持了
天通卫星通信和双向北斗卫星消息的。那这方面呢，也是同价位中比较难得的。那它支持呢，在无地面网络的情况下呢，通过天通卫星网络下接打电话和收发消息，并支持自由编辑卫星消息。那手机的配置方面呢 ，iPhone 16在性能方面应该算是这3个里面比较强的，而 OPPO Find X8 对于应付游戏这些呢，也是绰绰有余的。那华为 nova 14 Ultra 属于在日常表现方面各方面成绩最均衡的那个啊，你们懂得是吧？那最后综合来看呢，你会发现这2年国产品牌在产品的配置堆料方面似乎更舍得了。比如啊，往往旗舰机才有的红枫原色镜头啊、潜望式长焦镜头啊，华为 nova 14 Ultra 这次都加入了。而在 AI 方面呢，国产品牌更加稳中进步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是 iOS 生态的用户，那选择 iPhone 呢，可能也仅仅是一个该换机的升级。但如果你想有更加丰富的体验，我觉得像这期视频我们看到的，像 OPPO Find X8 这样的旗舰标准版机型，或者像华为 nova 14 Ultra 这样的整体带来接近旗舰机的配置的这种产品来说呢，华为 nova 14 Ultra 的相机配置含金量比较高，那它呢也带来了小月级优势的这种产品体验，那值得一试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